我的真名我早就忘了，我只是朱子国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家中以纺织为业。在我们朱子国有个传闻，无论国王换过几代，官营染之属的朱家从不挪窝，因为朱家有个宝贝玉梭，用它可以织出一种名叫绛真纱的布料，深受富贵人家的喜爱。我的父亲坚信只要能弄到那玉梭，他就能发家致富。于是在某一天夜里，他前往了朱家在城外的布庄，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母亲带我找了很久，但所有人都说父亲已经入赘了朱家，不要我们。自那之后，母亲每日以泪洗面。她告诉我说，父亲是被那里的妖精迷了心窍，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便发誓要杀妖精报仇。在多年后的某一天，我从路过的商人口中得知了盘丝岭上有个朱家大院，他们说那里的女子个个花容月貌。果然是一群害人的女妖精，我要去杀了他们，报仇雪恨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山里，没想到我刚进来就被一个小妖给抓住了。当我以为我死定了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黄衣服的小姑娘，救了我。她看上去只有10几岁，非常的天真可爱，和我想象中的妖精完全不一样。她不仅收留了我，还经常的来找我玩。渐渐的，我越来越矛盾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我只能在每天晚上不断的告诫我自己，妖就是妖，明日我就先杀了他报仇。可第二天来的人却不是他，而是一群虫子模样的妖精，为首的是一位青衣女子，我发誓她是我生平见过最美的女人。他们翻出了我逃跑用的盘缠和我想要报仇用的匕首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她原来是那小女孩的姐姐，而我昨晚说的话都被一只虫子给听到了。她想必是来取我的性命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她并没有杀我，而是对我说，盘丝洞里不留活人，但看在妹妹的份上没有伤害我。可我居然想害她，不过念在我是为父报仇的份上，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生死已无命。随后他将我扔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虫洞之中。好消息是我没有摔死，仅仅摔断了一条腿。坏消息则是这虫洞之中除了骷髅跟尸骸，什么都没有。看来是想让我活活饿死在这里吧。正当我绝望的时候，突然有什么东西咬住了我的腿。我低头一看，是一条1人长短的虫子，正生生地从我腿上扯下一块肉来。我赶忙从身边抓起一块石头，疯狂地砸在他的身上，直到将他砸到爆裂开来，我才缓缓停手。再一看，手里拿的居然是一块人头骨。该死，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？等我再次冷静下来，我才发现，我之前受伤的腿居然不疼啊！难道是因为它喷出来的血液似乎是有麻痹的效果？我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，打算休息一下。这时候我却听见上头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我循声望去，发现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白色的巨球。等白球伸展开来，竟然还是一条虫子，不过比刚刚的那只要大上数百倍。我灵机一动，赶紧将自己也抱成一个球，在地上翻滚起来。没想到真的有用，它似乎是把我当做了同类。就这样，我模仿着虫子们的习性，足足过了几个月，我居然真的逃了出来。等我再次看到阳光的时候，我一下什么都想明白了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活着。可等我再次回到家的时候，周围的知户因为知道我去过朱家大院，全都围在我家门口，逼我带着他们去找院子里的宝贝。那里可都是吃人的妖精，我可不想再去一次了。不过即便说了，他们也不会相信。算了，不理他们就是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的母亲居然也逼着我，让我带大家去山上除妖救父。我实在拗不过母亲，只能再次前往。没想到这些人只想着自己的利益，一路上都在内斗，最终在朱家大院里被一只青绿色的大蜘蛛悉数剿灭了。没想到我
我终究还是要死在这里。可过了一会儿，我发现我好像还活着。那蜘蛛没有杀我，而是化成了人形，居然是之前的青衣仙女。妖精放我生路，人却逼我去死，真是可笑啊！凡人的生活已经让我感到厌倦了，于是我恳求他让我留在这山岭之上修行，他却骂了我一顿，让我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可如今的我还能去哪儿呢？我想了想，于是便来到岭上的荒村里住下。慢慢的，周围的许多虫妖都听说了我，其中有一只蜻蜓精见我可怜，便引荐我去了黄花观，见到了我今后的师傅白眼魔君。黄花观里有很多的道士，只不过脸上都戴着一个实质面具。观主跟我说，想要修行就必须要戴上面具，断绝世俗，而我却开始犹豫了。就这样，我在观中逛了很久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位红衣老太带着一群花容月貌的仙子来观中拜访，其中就有那青衣仙女和那个小女孩。而在随后的宴席上，我看到桌子上的食物竟然都是各式各样的人类，我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就忍不住的呕吐。观主注意到了我的反应，走过来对我说，妖怪食人乃是天性，凡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即便被我们吃了，也不过是少了10几年的寿数，眨眼之间而已。那一晚我辗转难眠，我哭了很久，想了很多，最终我决定拜师学艺。既然无法改变，那就加入他们。不知不觉，时光流转又一年。我决心要在修行的道路上一往无前。花为谁绚烂，今夜依旧无眠。我今在，世人都沉醉，窗外风景随心变化。流过山，遥望月光举杯，话从前。我修行了很久也没有什么进展，于是我便询问师傅，修炼可有捷径？师傅对我说，在紫云山上有一种虫子，叫做禽狼，只要吃了它的卵，就可以飞升成妖。可如此珍贵的宝物，我要怎么才能得到呢？直到有一天，观里来了一个尖嘴猴腮的小居士，像是一只猴子。此等隐僻之处，许久未见过生人了。你好，小居士，我叫迷道人。你要明月赴山谷，走